你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走来，你从500多年社会主义走来，你浸润东方的智慧，你弘耀真理的光辉。何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你们的相遇，写下最美的答案。夫子啊，这琴声雅致，很有中国的意境。这一曲名为《高山流水》，它有个动人的故事。春秋战国时期，晋国大夫伯牙善弹七弦琴。有一次，他出使楚国，路上歇息弹琴，结果弹一曲，路旁的樵夫就夸赞说像高山一样，又弹一曲，又夸赞说像流水一样。伯牙深感震撼，真是知音啊！于是就和樵夫结为好友。这曲高山流水的背后，就是伯牙与子期千里遇知音的故事。人生能得一知音，足矣啊！能在遥远的中国得到你这位知音，是我的幸运。我知道，你我在全世界都不缺知音。不过你我能相遇相知相融相长，确实也不一般。马克思先生，走，请与我移步讲堂，细细聊聊。诸位好。二位先生好。我们今天想来探讨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能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我们呢准备了2本书，想请二位分别来读一读对方的著作。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提议，我很早就期待能读一读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典，不过还是夫子您先请。我们的马克思先生知道中国的叫长幼序，那么我们呢就为夫子准备了一本《共产党宣言》。等等，《共党产宣言》？马克思先生好眼力，这是1920年由陈望道先生翻译的最早的《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译本。印刷排版的时候出了点错误，第2版就更正了。这说明100多年以前，我们对您还不是那么熟悉，同时有特别急于向您学习你的学说。来，夫子，请。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我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类的发展不能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发展为代价。人的自由与社会的自由应该高度统一，每一个人的个性、人格、创造性和独立性都应该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人和人之间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关系？我很认同先生的观点。我也说过，仁者仁也，仁这个字就是2个人的意思。人和人相处都应该以人为标准。我的学生樊迟曾经问我什么是仁，我说仁者爱人。仲弓问我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好，接下来有请马克思先生。这是夫子的弟子们根据夫子的言行记录整理而成的《论语》，即孔子智慧之大成。所以呢，民间还流传着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传奇。
哎，这本书看起来不像《论语》啊。夫子看出来了，这是1688年法国出版的《论语导读》。您的思想很早就传到了欧洲。我曾说道不行，诚匍匐于海，那时大道不彰，我都想做个木筏漂流海外。没想到几千年后，我的学说不但在中国大地得以弘扬，还真的传到海外。是啊，这是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法国时收到的国礼，现在收藏在国家图书馆。法国总统马克龙说，这本《论语》的早期翻译和导读啊，曾对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哲学思想都给予了非常大的启发。马克思先生，请。子曰：君子不器。什么叫器？易经说形乃谓之器，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工具。比如说桌子上这个盘子就是器。君子不器，意思是君子不要做一个工具，要做全面发展的人。资本主义就是把人当工具，您这跟我的观点非常一致呀。不是吗？我们都从彼此的著作中读到了自己的思想。这也不亚于伯牙育子期呀。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说，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没错，关于对人的重视啊，西方在古希腊的阿波罗神庙门口镌刻着一句著名的格言：认识你自己。人类如何认识自己，成为数千年困扰人类自身的一个问题。我们中国人对人的个人的憧憬是什么？你读庄子第一篇《逍遥游》啊，对吧？你读孔子，孔子到70岁他自己总结的，70岁从心所欲不逾矩，对吧？我们读中国的禅宗，他讲一个人得自在。实际上，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面对未来的个人的那个成长愿景所做出的一个经典的描述。可见，从思想的原点出发，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原生的契合性。马克思主义是人的科学，它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儒家思想也在强调着人伦哲学，它关注的也是人之所以是人的学问，关注着人和人类社会。这大概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的内在的学理。没错，二者的契合首先表现在价值观念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天下为公、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等等等等，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正是因为这种契合性，所以当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的时候，很多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中国人很快便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就能解释清楚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亚洲最先传到日本，但最后落地生根并发展壮大的是在中国。哲学家艾思奇先生曾经有过一句非常精彩的论述：中国民族和它的优秀传统中，本来早就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种子。没错，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可以说是不谋而合。我认可这个观点。1906年，我翻译共产主义的时候，用的词语就是从传统文化来的太平大同主义。无独有偶，我创作的《赤潮曲》，从今后，文明指代共产大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还表现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比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与古代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为政以德的社会的治理思想相融合。我理想的社会是小康，50岁的人有衣服穿，70岁的人都有肉吃
看来今天已经实现了呀。哎，没错，2021年中国就已经宣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了。我们来看一个纪实短片。这不是风光片，这是全中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建制村——阿布罗哈。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这个直播间。这里三面环山，一面是悬崖。过去有人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大山。好了，旅行团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去看一下阿布罗哈村的另一个景点。当没有忘记我们，花巨资帮我们修了一条公路，阿布罗哈通向了外面的世界，也通向了乡村振兴。七嫂，你的快递到了，到了，到了！哦。他叫吉列，阿布罗哈村党支部书记，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第一个全国人大代表。阿布罗哈呢，铺老路，我们也跟上了时代发展的步伐。转一转我们阿布罗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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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阿布罗哈等你。脱贫攻坚让近1亿人摆脱了绝对贫困。那新时代的民文邦本啊，一是要让人民当家作主，二呢就是要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你们说的很有道理，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浩如烟海，它跟马克思主义的契合之处，应该还远远不止这一些。那是当然，我们不妨继续来探讨。马克思先生好，我是李丹。我常说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据说您也常用这种思维方式啊，可不是嘛，我管它叫辩证法。中国文化几千年以来，它的辩证思维或者说朴素的辩证法，它是非常深刻的。你看我们读《道德经》，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对吧？有无相生，高下相倾，对吧？这些东西都是中国人的这种辩证的思维。实际上，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来到中国的时候，又是一个成语“似曾相识”。马克思先生好，我是荀庆。我说过，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不知您是否认同？当然，万物都有其恒常的规律。哦，又来一位老前辈。不，我比荀子他们年轻了近2000岁呢。我有个观点叫知行合一，不知道马克思先生听过没有？哎，我知道啊，阳明先生也曾在岳麓书院讲过学。他的主张是知行合一，认为真知才可以指导实践，没有实践也得不到真知。这跟我们讲堂上挂的实事求是啊，有颇多相似之处。王阳明先生提出知行合一，也是这个特别强调知和行的统一。后来就是在我们党就把这种思想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加以发扬光大之后，凝练出一个非常经典的话，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明白了，王先生也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这跟我也是不谋而合的。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从人事社会关系总和的角度来把握人的本质。马克思在谈价值观的时候，不像今天
啊，这个盛行于欧美的就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他不是这样。马克思谈个人的时候，他不是孤立的去谈个人，他总是把人放在他的天地之间和社会关系中间。我是说过，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它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你再看中国，我们看中国，我们发现我们中国人谈一个人的时候，也没有把一个人孤立于天地之外，孤立于社会家庭之外，总是把人也是放在天地之间。所以我们读《黄帝内经》，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啊。对。你再比如说，我们读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对。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还讲人利己利，人饥己饥，说别人淹了水就像我淹水一样啊，别人吃不饱饭就像我也吃不饱饭一样。中华文化也把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甚至安放在天地自然之中来看我们人的价值，都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反对那个原子式的个人主义。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你看，虽然说我们感觉马克思主义呢是从欧洲、从西方传过来的，但是为什么和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么契合？是不是可以体现出一种我们说大道至简？人类对所有的美好的追求，其实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是这样，我们可以把它更凝练为，就是在真理上是一致的。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是真理的追求者，用中国文化叫道的追求者。虽然真理的表达形式可以有所不同，有民族性各自的表述，对，但是呢，真理和真理相遇的时候，它的契合的特点就表现出来了。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无论是价值观念还是实践品格，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有着内在的契合性，这便是他们可以结合的重要原因。老师，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能够契合呢？能够契合就一定能够结合吗？我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啊，比如说，有两个人，他们可能兴趣相投，但是呢，他们不一定能够成为朋友。没错，这还要看他们是否彼此需要。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已经探索过包括总统制、议会制、多党制等等，但都没有成功。在危难之际，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真理性拯救了中国。对，老师，我想问一下，这能证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落地，那它何以能生根，何以能发芽，甚至长成今天这样的根深叶茂呢？我们知道一粒种子能不能长成参天大树，需要满足3个条件。一是种子是好的，对；二是土壤和气候是适宜的；三是要有人很好的去种植、呵护、栽培。我们从这3个条件来看，第2个结合，先来看种子。马克思主义是世界的理论，科学的理论。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它的真理性已经被反复的实践所证明。比如，中国现在取得的伟大成就，就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最有力的例证。这一点我是认同。你们今天说的全球化，我在100多年前就说过，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他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对，马克思所预言的世界市场，随着经济全球化也实现了。他认为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那个主要的矛盾，就是生产的社会化，对，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之间，就这个矛盾的不可调和，就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每隔几年之后就会出现一个以相对过剩为表现特征的经济危机。另外，马克思认为资本的这种贪婪，它的这种逐利性，它必然会引发资本主义社会的很多矛盾。包括说差距问题，包括说利润达到一定程度，
他就会把绞死自己的绳子卖给对方。是这样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它的这个自我调整，它有它的边界。实际上就是它是资本主义的制度范围内的能做的调整，就它根本性的矛盾和困境，它是没有突破的。你会发现在整个欧美历史发展的这个几百年的历史长河里边，屡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据说到今天，世界上仍有100多个国家的130多个政党保持着共产党的名称，或坚持马克思主义性质。我的学说必须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只是外在条件不同，这粒种子长出来的树可能形状各异，有的可能长到中途就枯萎了，有的可能还比较小，而有的特别茂盛。比如说，中国。那为什么特别茂盛？答案呢，就在大树赖以生存的土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丰厚的滋养。大家看，这是一棵相传由皇帝亲手种植的柏树，5000多年了，至今耸立在延安黄陵县轩辕庙院内。这看似一片普通的黄土地，是一片极具包容性和承载力的厚土。中华文化呢，从来不是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把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比如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一儒汇通、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文明同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都证明了这一点。我也可以作证，你们今天吃的葡萄、苜蓿、胡麻、黄瓜、胡椒，都是我当年从西域带回来的。开放、包容，我一个日本人，居然在唐朝做到了御史中丞。我比超衡级别高，作为一个波斯人，不但当上了2品官员，还曾代表唐朝出使东罗马。看得出来，这片土壤极具包容性。事实上，我的学说也具有包容性。马克思主义不排斥一切真理，不管它来自何时，来自哪里，只要是真理性认识，那就都可以作为我们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养分。另外从传统文化的本身的历史逻辑的演化来看，它其实也一直是发展的。我们今天所讲的第二个结合的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间的优秀的部分，而那些和今天的这个时代不相契合的，或者称之为糟粕的那一部分，慢慢的在历史长河中就沉入了河底。二位老师好，我是碰碰。那么我现在呢也是在法国留学，会在课余的时候去街头弹古筝。我发现可能大家都完全不认识，而且会有时候会把它错认成别的国家的一些乐器或者名字也会叫错。当时我是非常震惊的，所以我经常就会去在想，那么我们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它在当代的价值体现能够在哪里？那我这里呢必须要说明一下，因为我本人呢实际上是碰碰老师的真实的粉丝我给王老师确实是1键3连也点过赞，然后我还知道我们的这个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也给他点过赞。确实我觉得他很了不起，因为他在那个街头的时候，我看看他弹的时候，还有粉丝在弹幕里刷，让他出个主意，说旁边写个牌子，Chinese 古筝，就是要告诉他们这是我们中国的一种文化。实际上不同文化不同国家应该共同的生活在人类的这个大家庭里边，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包容，互相支撑，互利共赢。我觉得这一点，这也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智慧，也应该成为
人类的共同追求。人类社会走到今天，很多现代社会所表现出来的积弊、问题、困境，怎么解决？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或者中国的思维方式、中国的价值观，对解决人类社会200-300年以来所凝聚起来的或者渗透的那些内在的困境啊、积弊和问题，如果说我们能展现出我们自己的中华民族的智慧，这就是我们的价值。没错。站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立场，很容易把中国传统文化看作是凝固保守的、阻碍现代化的文化。但实际上呢，不仅传统文化本身能够通过创造性转化实现现代化，它还能为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这个我以前小时候经常听的一个词叫亚洲四小龙。那其中呢，这个20世纪80年代啊，新加坡经济起飞后，这个人主义啊、拜金主义思潮啊流行，就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我说过，把利益提升为人类的纽带，会使人类变成一堆相互排斥的原子。那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新加坡呢就开始大力提倡儒家伦理文化，并把儒家思想提升为国家意识，还在学校进行儒家道德教育。经过努力，新加坡的社会风气有了很大的改变。当然，他们的法治呢也起了关键的作用。但不可否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人的行为规范有着内生的约束。这种例子实际上还很多。1988年1月2日，澳大利亚坎培拉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报道了当时在巴黎召开的面向21世纪的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国际大会。其中，瑞典的科学家阿尔文博士提出了一个结论：人类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之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那有了优质的种子、肥沃的土壤，要种出一棵大树，就只缺一个好的园丁。那大家说这个园丁是谁？中国共产党。没错。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在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开辟和发展的。中国共产党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种历史主动，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中国共产党不遗余力地推动两个结合，这才是二位能够结合的根本原因呢。马克思先生，遇见您是我的荣幸啊！伯牙与子期，又何尝不是伯牙的荣幸呢？大家再会。一个来自欧洲的思想，为何能在万里之遥的中国扎根，生长出20世纪到21世纪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文明创造？秘诀就在于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正因为高度契合、内在融通，才使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中国内涵，而且具有民族形式。这是跨越1000年的历史性的相遇，也是超越了时空的思想的交融。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高山，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恰似流水。高山流水又似琴瑟和鸣，激荡出真理的颂音，在中华大地上山鸣谷应。本集高山流水就到这里，下集结合之路再见。现在快80岁了，我还在穿汉服。这3年来，我都觉得我每到一处吧，就很受欢迎。中国传统文化不光是服饰，是各个方面的。我现在就是希望所有的年轻人能把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好东西精华，都能把它捡起来，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第二个结合从何而来？久仰，千年夙愿，先哲会讲。你我的相遇，历史上曾有过争论，而我则是致力于全人类的解放。和你结合，跨越时空对话。因为两个结合，中华文明别开生面。